把门关上。你就是我的第3位师傅。怎么，没想过你的新师傅会是个女人？我是六初。六叔师傅，你好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是高明师傅让我给您带的。先放着吧。您要教我什么？怎么，他们没告诉你吗？哦，他们俩提醒您都怪怪的，我还以为您特别可怕呢。那你觉得我可怕吗？我是来教你男女之事的。你今天啊，只需学会一件事：如何拒绝女人的柔情蜜意，拒绝她们的楚楚可怜。我跟你说话呢。不过，如果你学不会啊，也没有关系。毕竟我今天的样子啊，也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着的。对不起。怎么了？我以为你是来教我复仇的。啊，知道用痛苦去压制欲望，还不错。不过这次你虽然凭着本心抵御了一时的诱惑，但往后啊，若是真的遇到真正动心的女子，可不一定能像今日这样了。将来的路上，你会遇到很多人，有男人、女人、敌人、友人。男人如石，刚强之力，义不容辞；女人如水，温柔坚韧，情深似海。这情义2字，里面的学问可多着呢。可，这世上最难防的是真心。真心？连真心也要防备吗？你上次见你爹娘，是10年前了吧？你还记得清他们的模样吗？其实啊，我和你也一样，很小的时候便是个孤儿了。虽然爹娘走的那日我还历历在目，可他们的样子，我却怎么也记不清了。你说，我这样算不孝吗？当然不是。你只是不忍想起而已。还记得我小时候很爱吃石榴，我爹就在院子里种了棵石榴树。爹摘石榴，娘剥石榴，我吃石榴。那时候好快乐呀。我也是。我爱吃烤鸭，每当我爹发了俸禄，他就会上街给我买。可谁成想，那就是我这一生中最后的快乐时光。北宋科考在即，
书生包拯因破获鬼新娘案，并寻回大宋瑰宝太和璧，故为八贤王与庞太师所弃，一时隐喻朝野，声名远扬。好香啊，包大哥！你再烤下去，我肠子都快饿细了。好了，马上就好了。快半天了，你这嘴就没闲着。再吃下去，不用等到京城，你展少侠就要成展小胖了。公孙大哥净会挤兑人，这一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咱哪里是赶路，简直像放牧。久违在即，我们若不抄小路，何时能走出应天府？好了，烧饼好了。来，给我一个。阿策，先吃个烧饼垫垫肚子。待茶婆婆婆回来，我们即刻动身。多谢。乌鸦当头过，非灾即祸，这不会是不祥之兆吧？啊呸！再说这种丧气话，看老娘不撕了你的嘴！我看你还说不说丧气话？你往哪儿跑啊？看我不打死你！你给我过来！你给我过来！你看我不打死你！看我不打死你！打死你这混东西！姑娘，没事吧？没事。你这夫人好生霸道，怎么一言不合就打人？哎，饭可以乱吃，这话可不能乱讲啊！老娘我管教自家闺女，告到皇帝跟前也占脸儿。你个狗拿耗子的，又算哪颗大瓣蒜？哎，公子，都是我不好，公子大人有大量，饶我这一回吧。姑娘多虑了，在下并未介怀。谢谢公子，诸位知仁知义，小女子无以为报，仅奉劝一句：前路乌鸦群集，邪气遮漫，一旦涉足，恐有大劫将至。闭上你的乌鸦嘴！还嫌他不够灵啊？姑娘一句无以为报，我等实在受之有愧。在下虽是读书人，却也是株玩物不丧志的奇葩。婶子这扇柄上应是瓦舍新出的琴声黄胖，用力一晃，鸟啼鸭叫，鸡鸣狗吠，应有尽有。刚才那乌鸦的啼声，自然是不在话下。下回婶子可得瞅准了再骗。老娘我如花似玉，叫谁婶子呢？啊？恕在下嘴拙，还望姑娘把刚刚从我们身上顺走的荷包和玉佩还回来。东西还你，接不接得住，看你的本事。摔坏了我可不赔哟。哎，站住！借血封侯镖。
来人吧！阿软姐姐，能动手解决的事情，白费什么口舌啊？羽毛镖，竟然让他们给跑了！阿软姐姐不是在寻亲吗？怎么会途径至此？前几日我探查完故乡的线索，便日夜兼程追寻你们。本想图个捷径，未成想歪打正着，与你们在这儿会合。糟了，怎么了？我爹给我的福票也被偷了。福票，福票是考生入科场的必备凭证，如果没了福票，公孙大哥连科场都入不得。不如这样，你们先行一步，待我夺回福票，就去追你们。不行，咱们行程虽近，但也不差这一时。若不亲眼见你寻回福票，我怎能安心静静赶考？包大哥说的是，我展某人绝不能在这2条阴沟里翻了船，今日必要将他们给追回。2位公子，哎，多谢给我看着这个茶棚啊！不谢。敢问老太，湖对岸是哪儿？啊，对面呀是无极客栈。无极客栈？你们是从哪个瓦子里出来的？你们是演杂剧的，还是耍杂戏的？我们，你这扮相可真是别出心裁。扮相？我什么扮相啊？现在无极客栈里住着个叫包拯的书生，你和他不仅肤色一致，连脑门上的月牙也是如出一辙。先前我还觉得他面相怪，闹了半天，原来你们是勾栏子弟呀！包拯，您是说有个叫包拯的人正在对岸？是啊，你们若不信，就去对面一看就知道了。岂有此理！竟有人敢明目张胆地冒充包大哥，本少侠定要好好会会他。到底是何人在假扮于我？船来了，咱们走吧。慢点，慢点啊！哎，有船，有船！船家，船家等一等，慢点，夫人，等等我啊！啊，莫急，莫急。哎呀，叫你快点，快点啊！跑不动，非得走3步就歇一歇。来，老朽见几位像是读书之人，莫非是进京赶考啊？正是。哦，老朽还是奉劝几位在此歇一夜，明日尽快离开吧。为什么？好，前不久啊。哎，夫人，慢点，慢点啊！哎，慢点下，哎，小心啊！几位书生，明天天一亮，老朽就过来接人。你们几位可要赶早啊，因为这里啊只有咱家1条船，错过了明早就只能等下午了。多谢老伯提醒。啊，走好。哎，走，夫人。啊，哎，小心。慢点啊！血魂林，听着怪瘆人呐。夫人，我怎么感觉这里阴森森的？
行了，别疑神疑鬼的，快走吧。哦。包大哥，这石碑上有字。血魂林，这说的应该就是前面那片林子了。这名字好奇怪，似乎透着一股杀气，会不会和风魂白骨杀有关啊？杀气之中还带着一股战意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自从上了船之后，我总是莫名其妙的想动手。你们习武之人都不动脑子的吗？哎，我警告你啊，可别一竿子打翻一船人。这想打人的理由有很多。我问你，刚刚那个胖子斯文咪看着你的时候，想动手吗？有点想。这不就是了？与其在这草木皆兵，不如赶快找个客栈早点休息。哎，也不能太大意。细细想来，今日的确是怪事连连，我们还是小心为好。我还是觉得不对劲。你是说血魂莲？不是，我刚才甚至想打公孙策。奇怪，我今天怎么见谁都想打呀？你们说我会不会是走火入魔了？这不很正常吗？想打公孙大哥啊，我天天都想打。两位侠士，在下劝你们做人要光明磊落。走吧。无极客栈。无极客栈，做生意的人不都喜欢吉利的名字？这无极又是何意呢？会不会是因为客栈老板姓道啊？依我看啊，这老板更像是痴迷玄学。先别纠结这个了，里面怕是有更奇怪的事。有人吗？店家，店家。人呢？别老一惊一乍的。没事，只是一具装饰的头骨。执照。
你们看，这树嘴中有一炷香。这客栈这么凶神恶煞的，夫人，我们还是走吧。别碰，这香恰是迷迭香。迷迭香。迷迭香在江湖上所知者众多，它的独特之处便在于燃之无毒，触之剧毒。如若将其中止熄灭，迷迭香便会散发毒瘴，中毒者从生到死，用时绝不会超过1炷香。这客栈怎会有这种毒香？先有凤魂白骨沙，再是迷迭香，这明摆着是有人要置我们于死地呀！无论如何，这客栈是万万不能待了。走，夫人，我们走。哎呦，不能待了，这要死人呐！这怎么有一封寄给包大哥的信？包君会见，吾已在此恭候多时，感君如期而至，不胜欣喜。昔闻包君隐悟绝伦，素善断案，吾欲疑辨传言真伪，故将于一炷香内取一人之性命。第一回合，即从香燃之时开始。望君定要珍重性命，不负盛名。血魂铃，血魂铃，这是血魂铃寄来的信吗？是有人假借血魂铃之名，欲以人命为赌注，进行杀戮之事。可此人怎会预料到你会来客栈？会不会和那对居心叵测的妇人有关，或者是那个假冒包大哥的神秘书生？你说，他真的要在一炷香内杀掉一个人吗？哎呦，看看这又是谁来了呀？我最喜欢热闹了。好酒，此爷可不就喜欢热闹，人多了才好下手啊。哦，公子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听得一头雾水？托我的银票和符票还回来，庞斗便不与你计较。想与我南天竺套近乎的男子多不胜数，你这一招实在不高明。那东西就在你自己身边，公子不如仔细找找。可不是嘛，这位公子，你可不要见色起意。南姑娘一直和沈某人在一起，如何分身去偷你的银票啊？不知公子收了他多少好处，在此酒后编胡话。一壶酒钱，外加2个黄泥巴，吃吧。那是黄胖，喝你的酒去。偷鸡摸狗的无耻小贼，敢做不敢当。嘿，你才是无耻小贼！无耻小贼说谁呢？我才不会上当。你这只蝙蝠身上插鸡毛，算个什么鸟？你，公子的脑子可不大好使啊！别是读书读傻了吧？你说没有偷过银票和符票，为何银票上却有你们标上的羽毛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们母女2人就是最近在应天府搅风搅雨的贼人吗？羽毛镖
只不过是用以脱身的雕虫小技。你们真正的拿手好戏正是见血封喉镖。大人，那个假冒包拯的骗子就是他。这人借着那泸州才子的名声，欺负我们弱智女流，手无缚鸡之力，什么罪名都往我们母女头上扣。您可要为奴家做主啊！看剑！有本事躲开这一剑的人，哪能叫弱智女流啊？两位也太谦虚了吧！这从来没有人敢让老娘吃亏，砍完一剑就想溜，姑娘找错人了。别打了，住手！别打了！娘，此人身手不凡，功力超常，实乃高手中的高手。哎呀，抱歉啊，让各位久等了。某姓胡，是无极客栈的掌柜。哎，上官大人，你说你是包拯？正是。敢问阁下是？这位是今年科考的考官，吏部侍郎杜大人。学生见过大人。免礼。你说你是包拯，有何凭证？回大人，学生有符票为证。胡掌柜，那个黑面书生，现在他人在何处？回将军，小的不知。他应该正在客房里歇息呢。你们可曾见过是谁在兽嘴中插入的这支迷迭香？什么迷迭香啊？迷迭香是出奇的毒香，碰不得也吸不得，否则一炷香内，人便会毒毙身亡。好像未有人动过兽嘴啊。哎，不对，你那个兄弟曾在桌子面前晃悠过，我看他鬼鬼祟祟的，一看就不像个好人。八成就是他了，大人，本将军这就把他给揪出来。你们这些人都回房休息，没有本官的允许，任何人勿得妄动。你等随本官过来。是。胡掌柜，我随去看看。眼下怎么办？包公子，先回房再说。哎，公子，我早已耳闻包公子大名，不过从未听说您还有个孪生兄弟，我差点被他给诓了。你们倒是心下，别人家的兄弟都是争家产的，头一回见到争名字的。怪只怪你们这名字太正经。敢问阁下尊姓大名啊？鄙人何二，姓何，
因为从小立志当小二，所以叫和蔼。这名字取得挺好，是没那么一本正经，是吧？我也这么觉得。哎，包公子，你听我跟你说。哎，他先前明明已经回房了呀，不会是藏哪儿了吧？你们看，窗虽闭合，却未落锁。窗沿下端挂着轻微的泥印，此人定是越窗而出。不错，此人假充包拯，必要在面首两处涂抹黑色的面纸。因此，这黑迹正是他用手推窗时所致。至于他鞋底留下的泥印，应是源于河边湿地。他一定是发觉包大哥抵达客栈，唯恐自己败露，急速逃之夭夭。那是什么？像是那位公子的护贴，上面写着无涯。无涯，包大哥可曾认得他？不曾。他若想逃走，只有渡河一条路。大人不妨在此守候，下官速去追捕也好。万一此人并未逃离客栈，此地随时有不测之险，你们定要万分小心啊！是。假若他要在一炷香内杀去一人，绝不会轻易逃离。现下虚实难测，为防患未萌，我们不如先在客栈附近搜寻。好，走。他应该就在附近。展昭，你们去外面找找，我在这儿查看。好。在下包拯，绝无半分敌意。吴兄若有什么难言之隐，尽可与我坦诚相见。你究竟是谁？为什么要伪装成我？你的死期到了！信果然是你写的。
怎么回事？他杀我不成，最终自食其果。你们没事吧？有惊无险，没事。原来就是他冒充的包大哥。你们看，他怎么会突然面目全非啊？此中应是中毒所致。既然杀手已死，大家总算安全了。你们怎么回来了？船家已经离开，我们只能归返于此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回大人，小人已将死者的尸体安置妥当。既然歹人已自投罗网，都各自散了吧。是。见鬼！我的账簿里边何时加了一封给包拯的信？第一回合结束，令我大失所望。君之智慧，盖有之矣，余未知见也。第二回合伊始，仍以迷迭香为信，一炷香再杀一人。君且留心，吾乘兴而来，盼君切勿令吾败兴而归。血魂林，血魂林，又是血魂林。可那个乌鸦已经死了。难道他不是机器人？恰恰相反，乌鸦不仅不是寄信之人，反而正是信主要在第一炷香内谋杀的人。什么？讽刺的是，他非但未被写信者亲手所杀，反而因你而死。杀人不沾血，这才是凶手的可怕之处。诸位，对照牌号，自行找房间便是。哎，胡某可要提醒诸位，客栈外的那片林子可万万去不得，否则有命去，无命回。你是说血魂莲？正是。为什么？欲知详情，回房便知。登记。哦。走了。动口又动手的伪君子，还好我和包大哥一个房间。你包大哥是真君子，所以才要配你这个真小人啊！我才不是小人。哈哈，不是小人，那说志同总行了吧？你还是少说话的好，我怕忍不住真打你一顿。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啊！我倒要看看这房间里藏着什么详情。